大家好，欢迎来到神性空间。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所处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舞台？我们每天都在生活、选择、挣扎、追求，但这一切背后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结构，把所有的体验串联起来？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的世界其实是建立在二元相对的基础上。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没有黑暗，你就不会知道什么是光明；没有痛苦，你也无法真正体会快乐。这是一种对比的结构，就像画布上的颜色必须有深浅的差异，画面才会立体。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二元对立无处不在。举几个例子：有生就有死，有开始就有结束，有成功就有失败，有拥有就有失去。这些看似矛盾的对立面，其实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存在经验。人类的大脑也是透过比较来理解世界的。我们说某件事好，是因为有不好的事来对照；我们说某人快乐，是因为知道悲伤的样貌。如果把所有的对比都抽掉，只留下单一的绝对，你反而无法感知。这也是为什么在物质世界中，我们总是需要另一个面向来衬托。换句话说，二元性是一种必要条件，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是谁。如果世界只有白色，没有其他颜色，你根本不会意识到白的存在，因为你缺少参照。只有当黑色出现，白才显得清楚，这就是二元相对的奥秘。然而，这种结构也不只是认知上的需要，更深层的意义在于灵魂的学习。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单只是为了体验快乐或成功，而是要透过对立的经验去学会选择，去理解价值。比如说，你经历过贫穷，就会更懂得珍惜富足；你曾经受过伤，就会更体会健康的可贵。没有对立，灵魂的成长就失去了动力。有些人会问，那为什么生命中总是充满矛盾与挣扎？其实，这就是二元相对的特性。当我们身处这样的世界，就必然会在不同的极端之间摆荡。光明与黑暗并不是敌人，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正因为我们能同时看见两面，才能明白自己在其中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二元性让我们能自由选择。你要选择爱，还是选择恐惧？你要活在信任中，还是活在怀疑里？每一次选择都是灵魂在这个二元舞台上的练习，这也是我们存在的深层目的。因此，如果你感觉到人生总是充满对立、拉扯与矛盾，这并不是一种错误，而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设定。就像游戏必须要有规则，舞台必须要有布景，才能让剧情真正展开。总结来说，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二元相对的世界。这种结构虽然会带来痛苦与挣扎，但同时也赋予我们自由、选择与成长的机会。正因为有对立的存在，我们才有办法看见自己，才有可能一步一步走向更深的觉醒。既然我们已经明白这个世界是由二元相对所构成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需要这样的世界？为什么我们不一开始就活在那个纯粹的爱与合一里，而要经历这么多冲突、矛盾，甚至痛苦？答案其实很单纯，因为体验需要对比。想象一下，如果宇宙本来就是一片无限的光，一片纯然的圆满，那么光自己是无法认识光的，因为它没有黑暗来对照。就像你如果一直身处于安静当中，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寂静，直到声音的出现才凸显了寂静的存在。所以，为了能够惊艳自己，神让灵魂来到二元的舞台。在这里，有爱与恐惧，让我们能自由选择；有健康与疾病，让我们能体验脆弱与力量；有丰盛与匮乏，让我们能感受渴望与满足。这些对立，并不是要惩罚我们，而是让我们能透过经验去真正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圆满。然而，二元的结构虽然有它的目的，但同时也带来一种限制。因为在相对性的世界里，我们很容易被对立的幻象所迷惑，忘记背后其实有一个更大的合一。我们看到好和坏，就以为这两者是分裂的；我们看到成功和失败，就以为这两者是敌对的。但事实上，它们只是同一个光谱的不同位置。举个例子，当你站在山谷里，你看到的是低处；当你站在山顶上，
你看到的是高处。可是高与低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需要彼此才能有意义。离开了二元的框架，高与低其实是一体的。但对于人类来说，挑战就在于我们往往只看见对立的一边，然后执着于此。我们害怕失败，因为我们忘了失败只是成功的养分。我们抗拒痛苦，因为我们忘了痛苦只是让快乐更加清晰的背景。于是灵魂在这个世界里经常陷入一种错觉，以为自己被困在矛盾中，而忘了自己其实是自由的。这就是二元世界的限制，它让我们有舞台去经验自己，但同时也可能让我们迷失在幻想之中。而这也是灵魂成长的真正关键，不是逃离二元，而是在二元的矛盾中看见背后那个更大的合一。换句话说，神创造了这个相对性的世界，并不是要我们永远沉迷于对立，而是希望我们能在其中学会超越。当你在痛苦中依然选择爱，当你在黑暗中依然看见光，那一刻，你不只是灵魂在学习，而是神透过你真正的经验他自己。所以，虽然二元世界会让我们感到矛盾与挣扎，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神圣的舞台。正因为有对立，才有选择。正因为有选择，灵魂才能认识自己。而当灵魂认识自己，就是神透过我们完成他对自我的体验。在前面我们谈到，二元相对的世界是一个舞台，让灵魂透过对比去体验、去选择。那么，你可能会好奇，如果这一切是舞台，那么舞台之外呢？在神所存在的境界里，又是什么样的景象？答案是，神的世界并不是二元的，而是绝对的界域。所谓的绝对，指的是那个没有对立、没有矛盾、没有缺口的状态。在那里，不需要黑暗来衬托光明，不需要痛苦来衬托快乐，因为光与爱本身就存在，而且是无限的、圆满的。在那个界域中，没有分裂这个概念，只有合一，没有恐惧的经验，因为那里只有纯粹的爱。你可以想象成一个浩瀚无垠的海洋。我们在二元世界里看到的每一滴水，或许是分离的，或许是彼此对立的。但当你回到整片海洋中，你会发现它们本来就是一体的。神所在的界域就是这样一个无法被分割的整体。在那里没有时间，因为时间是建立在前后、过去与未来的相对性之上。在那里也没有空间，因为空间是由这里与那里、远与近的差异所构成。而当一切相对性都被超越，剩下的就是一种无限的存在本身。这种存在本质就是爱，不是我们在世间常常讲的那种有限的爱、有条件的爱，而是一种纯粹的、无条件的爱。这种爱不需要理由，不因你做得好或不好而增减，它就是永恒不变的根基。换个角度来说，神的界域就像是一面无边无际的镜子。所有的灵魂、所有的经验、所有的世界都是这面镜子的一部分。我们以为自己是分离的个体，其实我们一直都是那面镜子里的倒影。当倒影回头认出自己与镜子合一时，那就是回归。很多人会问，如果神的界域这么圆满，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原因在于，我们的意识此刻专注在二元的体验里，就好像你在看一场舞台剧，剧情让你哭，让你笑，你会暂时忘记自己只是观众。但当你退一步，你会发现，不管剧情怎么变动，剧院始终存在，而你始终安全。神的界域就像是那永远不变的背景，承载着我们所有的体验。这就是绝对性的奥秘，它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状态，一种存在方式。你无法用肉眼看到，也无法用逻辑完全理解，因为它超越了所有对立与定义。但你可以在心灵最安静的时刻，隐约感受到，当你深陷痛苦，却突然被一股温暖的宁静包围，那就是绝对界域在提醒你，你本来就是爱，本来就是合一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谈到神所在的世界时，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遥远的天国，也不要以为它和我们完全隔绝。事实上，它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大部分时候被二元的幻想遮蔽了。而当我们学会放下对立，回到心中的平静与爱，我们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
与那个绝对的界与连结了。当我们理解了神的世界是一个绝对的合一，那么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是，灵魂要如何从二元的舞台逐步接近这样的状态呢？这里就涉及到所谓的高维度精神世界。在我们所处的三维现实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相对性。三维世界有时间、有空间、有对立，而我们所有的思考与情感几乎都在这个框架下运作。可是随着灵魂意识的提升，它会开始跨越这个框架，进入更高维度的视角。在高维度的精神世界里，对立仍然存在，但不再是矛盾的冲突，而是和谐的共振。举例来说，在二元的框架中，光与暗好像是敌对的，你必须选择站在哪一边。然而在高维度的状态中，你会发现光与暗只是同一份能量的不同表现，它们在更大的整体里是共存且互补的。这种状态让灵魂不再执着于对与错的分别，而是能看见更广阔的图景。当你能以更高的意识观看生命时，你会明白痛苦和快乐一样重要，失败与成功同样必要，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灵魂的完整体验。高维度世界的另一个特征是它不再依赖时间的线性推移。在三维世界，我们说昨天、今天、明天，总是把经验切割成一个顺序，但在更高的维度里，时间是同时展开的。换句话说，灵魂不只是在经验一条线性的道路，而是在一个更宽广的场域中同时感受多种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在深度冥想或梦境中感受到彷佛过去与未来同时存在的片刻。更重要的是，在高维度的精神世界里，分裂感逐渐消失。我们在三维中习惯认为我和你是分开的，是不同的个体，但当灵魂跨越二元的限制，他会逐渐明白，每一个存在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我即是你，你即是我，所有的生命都是同源的显化。这并不意味着个体会消失，而是说个体的界限变得更透明，就像水滴回归到海洋，它仍然是水，但同时也是整片海洋的一部分。在高维度的精神世界里，灵魂就是这样，既能保有独特的经验，又能感受到与万有的合一。你可能会问，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如何才能触碰到高维度的状态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爱不是局限于小我的爱，不是有条件的交换，而是一种超越对立，包含一切的爱。当你在生活中选择宽容而不是指责，选择信任而不是恐惧，选择理解而不是分裂，你就在用高维度的方式行走于三维世界。这也是灵魂回归的过程，它不需要等到死后才发生，而是可以在此刻的生活中逐步展开。每一次你用合一的眼光看待冲突，每一次你选择以爱去超越恐惧，你就在跨越二元的限制，靠近更高的精神世界。因此，高维度的世界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而是一种意识的频率。它不是某个地方，而是一种存在状态。而当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活在这样的意识里，人类的集体也会慢慢从二元的冲突中走出，向着合一的方向前进。走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这个世界是二元的舞台，让灵魂透过对比去经验自己。神为了体验它本身的圆满，让我们在相对中学习、选择，而在更高的境界，神的世界是绝对的，是爱与合一的本源。灵魂的旅程就是从二元逐渐走向合一，从相对回归到绝对。但这个过程并不是要我们逃离人世，很多人以为灵性追求就是拒绝物质世界，或是完全否定现实的矛盾，其实恰恰相反，灵魂来到这里，就是要透过这些对立的经验去锻炼自己。这个世界的冲突与矛盾不是障碍，而是成长的契机，因为没有挑战，我们就无法展现选择，没有黑暗，光明就无法被彰显。因此，关键不是要逃出二元，而是要在二元之中带着合一的眼光去生活。当你遇见冲突，你可以选择和平；当你遭遇恐惧，你可以选择爱；当你身处黑暗，你仍可以成为光。这些选择就是灵魂真正的修炼。同时，当我们这样生活时，我们也把神的界域带进人间，因为神的世界不是遥远的彼岸，而是此时此地的延伸。当你活出爱，当你实践合一，你就是神的显现。所以
请不要小看你的一个念头、一个选择、一个行动。当你选择宽容，可能就化解了一段长久的对立；当你选择爱，可能就为周围的人点亮了一盏灯。而这些微小的改变累积起来，就是世界往更高维度转动的力量。最后，我想邀请你思考，或许我们眼前的世界充满矛盾，但在更深的层次里，一切都是爱的展现。即使痛苦，也在提醒我们爱的可贵；即使失败，也在引导我们看见更深的力量。如果你能在生活里记住这一点，你就不会再害怕二元的限制，而会开始用感恩的眼光去迎接每一个经验。因为灵魂最终要走的路，就是从二元的幻象回到合一的真实。而我们此刻正在走的每一步，无论顺境或逆境，都是在回家的旅程上。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